好，那个也不用预告，昨天已经预告过了。那今天我们赶快，对不对？不要欠着，然后我们就打铁趁热，赶快把它拍完，好吧？好啊。那今天也有香港的朋友，对，香港的朋友，2位香港朋友，对，千里迢迢来到台湾，对，来到这里，跟着我们一起试香这一支，好不好？好，来看看香港朋友对沙龙香水认识，跟我们台湾朋友认识的香水有没有哪里有些着重的地方不太一样？是，好，这个我们也都可以彼此交流嘛，对不对？好，来，那你这一支叫什么？这一支是一样嘛 ，FDB 的这一支叫做巴黎人，也是他私人调香系，就是我们俗称它的金标了。对，金标里面有4支，那这是其中一支。那金标眼看快要收集完毕了，快要毕业了。金标你也快要拿完了，对，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盒子，基本上很小啦，很小。哇，杜牧之乡，哇，这个还是你来拔好了，嘿。你从昨天一直拔不出来，拔到今天都拔不出来。对 ，OK， 镜头前先走一下。豪哥，这一支有什么特色？基本上这个系列是它这个品牌大概是最顶端的一个系列了，一个系列。那基本上这个系列只有4支，那它产品定位非常清楚，那就是撒哈拉是味道最重的，那再来就是巴黎人，我们俗称巴黎人，然后再来就是琥珀 Intense， 最后是我们上次试过的叫做遗产，那个是最明的。哦，真的，遗产反而是最淡的。对，最明的。对，好，它是用男女去区分市场。那巴黎人跟琥珀大概就是中间的产品，那撒哈拉当然是比较 man power 一点。是。那遗产当然那个就比较女孩子一点，因为它那个皂感。对，其实是比较重，是皂感花香。OK， 那我们今天正好香港朋友在这边，我们赶快来试一下一起巴黎人。好，巴黎人就品牌大概是最受欢迎的2支。好，那我们客人先好了，好不好？来，不用录镜，没人手伸出来就好了。分手上。哪里？哇，全满了是吧？来，换过，找一个地方来，没关系。手掌。你看它的喷雾来，一起。哇哦，它喷雾其实还非常强，雾感蛮好的哦。巴黎人。我没闻过，这支我闻过，这支也太远了，欧哥，你太豪迈了，这么贵。这怎么形容呢？香港朋友，这个是目前前调，我目前闻到了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花香。哦，花香。是比较淡的。OK。然后白花吗？还是哪一类的花？我觉得是白花。是白花。有没有明显的会觉得是哪一类的花？你特别闻得出来的？形容不出来。然后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我知道有一点点蜂蜜的味道。哦，有一点蜂蜜的味道。蛮好。那另外一位香港朋友呢？现在前调闻起来给你什么呈现？有点甜，但是它不是很浓烈那些甜，对，很淡。淡的甜这样子。比较像就白花那类，比较像白花。有点烟熏，还是草的味道。是，它不是只有花的味道。有一点烟熏，有一点草味这样。蛮会解析的呢，吼，好，对，厉害，下次应该都要请你们来才可以。好，来，那前调目前在前调，当然它一开始喷出来其实是个葡萄柚的味道，其实它是虽然有乌木，但是蛮好接受的。然后因为它前面有一些所谓的辛香料，大概就是豆蔻啊、粉色胡椒啊那种，一开始让你是提神醒脑的味道啊，提神醒脑大部分都是比较重口味的，辛香料，那还有一点点
杏仁，一点点杏仁，有一点杏仁。OK， 好。所以它其实没有这么的厚重，是到一定非要秋冬一定要用，那它带给你的是比较清透的乌木，比较清透的乌木。是啊，那跟沙拉拉比起来，它当然是清透很多，那也实穿很多。然后很明显的可以闻到，这是甜的味道，甜的味道，钱啊，钱啊，的味道就是很贵就对了。对 OK， 好，那其实它的在各个方面其实我觉得都是很均衡的，是，那基本上都不会把它的味道调的实在是太 over， 那基本上这个都是一支非常实穿的香水。 OK， 那你闻到其实是有很高的嗅觉的识别度。如果你闻过的话，因为你可能之前没有闻过，那今天闻过了，你下次再闻到这个味道，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因为其实嗅觉识别度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就是我至少闻的味道，也许我不用看香水瓶，或是别人喷经过我旁边，我就知道它喷什么，这个很重要。对。好，那我们问一下香港的朋友哦，就是说这一支如果你在用的话，你会想要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你觉得是合适的？我觉得跟别人约会是不错的，哦，约会，因为比如说你第一次或第二次跟人约会的时候，你不会想挑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一些，你会觉得很突兀的，所以这个我就觉得闻起来是一个很舒服的，是让人家会觉得你有用心准备这次的感觉。我用心准备这次约会的，哇，讲得真好。好，那另外一位香港朋友，你们是朋友嘛，对不对？对。那如果这一支你在用的话，你觉得会使用在什么样的场合嘞？我觉得可以聚会用，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很平易近人啊，就可以去我会想象到去一些户外的地方，有草地的地方。哦，有草地的地方。对，去公园或是野餐那个味道。哦，野餐 OK， 因为你刚刚也有讲说它有草香嘛，对不对？啊，刚才就是我闻到那烟熏味道，其实是香料。香刚才说豆蔻的味道，新香料的味道。 OK， 对，是挺就是提神的味道。所以你觉得应该一般都是豆蔻啦，或粉色胡椒，这种比较清香的东西，因为它放在开头，让你一闻就稍微就会震撼一下，就哇，这个昂贵的香水原来是这个味道，对。豪哥，那你觉得这一支男生用好还是女生用好？它其实没有在这个它的产品定位里，我觉得是男女皆可，它没有很明显的性别取向了。那因为它其实总的来说还是一支乌木香水，是一支乌木玫瑰香水。对。但是因为我们讲到乌木玫瑰香水，一般都会往中东那边去，就是因为那个东方木质调嘛。那其实它把它调的，其实把它揉的非常的欧洲啦，应该所以你看它的名字还叫巴黎人，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定位就出来，它是一个其实没有这么中东的一支乌木香水啊，然后其实它的乌木也没有很重，那基本上它还是维持在一个木质调的部分，是一个木质调。那请问两位在香港的时候有闻到这个牌子过了吗？其他支的没有，都还没有，但是有听过这个牌子，有听过。知道它厉害的是它的乌木嘛？对 ，OK， 有机乌木。哦，有机乌木 ，OK。那第一次闻到这个牌子的这一支，你会觉得它在木头上面的呈现鲜明吗？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没有问的很突出的乌，因为我自己有 Tom Ford 那支乌，然后 Versus 那个就是我觉得是比较淡很多的，因为你会闻到有其他的香味，这样是，所以我就一开始没有觉得它是乌，有这个乌的成分。哦 ，OK， 所以还没有很明显的乌木呈现了哦。因为他把他不要让它这么所谓突出在这个东方木质调，所以他把它打磨的其实非常的精细，其实你不会闻到那种酸呐，OK， 然后比较黑暗的部分，因为它只是把它隐藏在其中，还是在一堆的香材其中的一部分，不是乌木特别的强烈的感觉。好，那我问另外一位朋友，你平常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的香调？花香呢？木质呢？还是柑橘呢？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夏天的话，我是比较挑柑橘类的，或者是比较清新一点。然后冬天会比较有点烟熏，或是木质
草、苔藓那些。对 ，OK。那所以今天这一支听起来，你会选择在冬天的时候用它哦？觉得都可以，因为我现在闻了之后，但现在的味道没有很多花香，反而是木质味道比较强烈。现在了解，对，它比较温顺，它不会很激烈的味道，就觉得闻了会很呛，不会。OK， 它没有那种我们讲的那乌木香水，因为一般都是中亚的人士会特别喜欢，就是你坐阿联酋的飞机，对，都会闻到整个机舱都是它的乌木味道。那基本上这个其实还是它可能就是品牌想要打造一个就是让全世界各地都可以接受的乌木，包含最讨厌乌木的亚洲人，东亚人，尤其东亚人，因为东亚人一听到乌木，马上退避三舍，就 no， 对。那其实这个其实还算是非常轻薄，而且是我觉得接受度很高的，应该讲接受度很高的。OK。那因为前面当然是会有一些新香料，到中间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花香。来，我们快速介绍一下。好，来，前调是豆蔻、葡萄柚、杏仁。粉色胡椒，粉色胡椒跟豆蔻其实蛮鲜明的哦。那中调是沉香木、玫瑰、天竺葵、茉莉跟皮革。那基调是焚香、劳丹脂、檀木、象台、琥珀、广藿香，还有麝香。OK， 好。那其实我们也蛮想了解说，香港的朋友在香港，因为我们刚刚有简单聊到一下，就是说其实他们在香港专柜。不是这么的多，那如果有的话，也都是几乎是品牌专柜啦，对不对？像是迪奥啦，或者是 Chanel 嘛，对不对？那像这一些比较 niche 的 perfume， 其实可以试的地方是不是很多啦哦？那他也是透过有朋友，香港朋友来到这边之后，然后在他们的群组有1000多人分享了这个地方，才发现我们的。那今天他们旅游就正好来这边。对，特地来到，对，那真的是缘分，真的是缘分。下次再见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对，不会了，会常来啦，会常来啊，会常来，好不好？现在旅游也开放了嘛，对。那我们待会，因为我们拍影片会分前调跟后调，那我们刚刚10分钟是前调，那我们可能再过个一些时间之后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后面的变化。我觉得这才是沙龙香比较一个完整的这个分享啦。好，那待会我们回来之后也同步问问香港的朋友，在香港香水市场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好不好？待会见哦，拜拜。后调回来啦，好了，豪哥，现在这个后调，其实乌木大概5分钟前大概就慢慢消散了，就是那个让你闻到一下，大概意识到了就可以了，点到为止这样。回到了一个比较清透的木质调，有点像橄榄木，因为我们烤肉的那个橄榄木。烤肉的橄榄木，那个美式烧烤最爱用那个烟熏 smoking 的那个木头，是就是那个柴已经劈下来，就是一块一块的了，那个木质感，然后你刚刚劈下去，它那个木质味慢慢飘出来的味道了。OK， 它真的没有很重的。所谓我们讲乌木这么黑暗的味道没有，它还是其实是因为巴黎人嘛，其实它这个味道其实还蛮明亮的，对，还蛮明亮，而且有朝气的。是，好，那我们问问看现场2位香港朋友，那目前这一支后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转变？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那一样，其实过了5到10分钟，其实那个wood的那个味道已经很淡，就是会闻到更明显的花香，然后再到后边一点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味道，对，就是没有那个物质调，所以就我觉得也挺好。OK， 那另外一位朋友呢？现在这一支后调在你身上怎么呈现呢？会变得比之前甜，因为刚刚一喷的时候，它的味道是像百花香，对，带有一点新香料。那中间的话就比较是木调，然后后面又变成是花的。又回到花了。对啊。然后还有一点甜这样子。对，因为中间是比较不会闻到那个花香味，那个木头的味道比较重。很有层次。那你刚刚前段有说到烟熏感嘛？那反而我现在后调其实那个烟熏感又更加明显。在我身上是。对。那如果刚刚你讲说甜的话，0到10分，
你们有在台湾喝手摇饮吗？对，他是不是都会问你甜度？微糖 OK， 所以大概是3分左右这样。对，没有很甜，没有很甜 OK， 因为它这个没有很甜，然后它这个甜感应该是琥珀带来的，因为有一点琥珀都会带着一丝丝的一点点甜。是，因为那个甜其实带给你温暖的感觉，不是像美食调那个完全就是食物的甜，跟那个琥珀的甜就是树脂的感觉。OK， 树脂一点点甜的感觉。那我现在其实反而这个焚香的味道是越来越明显了，是，还有一点这个很像你知道那个拜那个香有没有？那个焚香，但是也是很淡的，也是淡的。对，应该这么说，我们如果只单看香材，觉得它会是一支东方木质调，就是很东方的香水。但是因为它其实要让我觉得是要让其他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适应这个我们讲的乌木，是，所以它把它打磨的非常的精细，而且非常的清透，不会让它是味道太重，尤其是香港人啊，台湾人啊，对，知道吗？就是那个天气比较闷热的时候，是，实在是喷不下去。我必须要讲，就是真的天气太热的时候，如果你叫我喷这个，其实我也喷不下去。我打开盖子，然后闻到那个味道，我就会盖回去了。对，我就会去找柑橘调。对，这方面我倒想问2位这个香港朋友哈，就说你们在选择香水的时候，季节是不是你们重要考量？那如果说夏天，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看看跟台湾一般大家的口味是不是差不多？我猜应该在香港应该比较多人也是在夏天会选那个金桔调，柑橘，对，柑橘调，还有那些比较干净，也不是很淡的花香，或者是 Max 的一些麝香的味道，因为这个比较干净，而且因为天气热，所以散那个味道会比较货一点，而且香港有很多人都是在 office 的，所以他们也会选一些比较淡一点点的，是不要干扰到别人，就是那个香味不要干扰到别人。对 ，OK， 太侵略了，有的时候会干扰到别人。也看地区啦，看地区。如果是比较就是商业区的那些，或是他们会。你就会他跟你擦身走过，你就会闻到很浓烈的味道，这样子。OK， 有一些啦，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不会喷那些太浓烈的味道。那如果说在冬天，刚刚讲夏天嘛，那如果在冬天，你们的选择又会什么为主嘞？我看也是 depends on 那个场合，或者是比如说你是去聚会啊。那些你会聚会，对，聚会那些就会选一些，也是可以选一些比较浓一点的，比如说是焚香啊，或者是木质调的一些，这样。如果你是去做一些，比如 sport 的那些，你还是会选一些比较干净或者是草香的，也是 depends on 那个场合。对 ，OK， 所以。不是以季节然后，但是去哪边的场合为主了。季节，我觉得一个人呢，我自己感觉，一个最少要有4支香水。一个是春夏使用，一个是秋冬使用。那除了季节以外，那我还会分时间，就是一支可能是白天工作使用，一支是晚上休闲的时候使用。因为他们其实。现在的所谓的商香做的，其实有些定位是非常明确的，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的话，最少对4瓶 ，OK， 好吧，最少4瓶。那我想请问，在香港你们闻这些 niche perfume 的机会多吗？其实也不多啊，不多啊。对，因为香港比较小，那些就是一些 store 是有很多品牌的，大多都是一些专柜，就是 only for one brand 这样的。是。那所以像我们这样子，很多牌子集合在一起的却很少，比较小。那你们平常这些香水的新品牌啦，或者是这个资讯都从哪边获得多呢？其实也是看 YouTube 啊，或者是就是去外国那些网站，因为他们有这个香调的一些。介绍，然后你就based on那个香调去了解你会不会喜欢这一样的香水，然后你就尝试去找一些分装或者是 test 装的那些去买的。所以你们要试之前，如果没得试，还是会先买分装的方式了哈。OK。而且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如果是刚刚
入门的情况下，对，都会设置所谓的天花板，就这个价位是不能是 over 太多，对，就是还是可以负担的。如果万一因为有的时候你盲买了，我也不建议大家盲买。然后你一定要盲买，但是千万不要买太高价的，因为你要万一它的味道太独特，或是真的跟香调表上写的差距对是不一样，那你就有点稍微就很麻烦。那你要怎么把它？因为你就已经不会喷了嘛，我觉得不会喷了啦，我是觉得不会喷了，是，因为刚入门的人都这样，就那个味道你闻了喜欢，你就会喜欢。如果你不喜欢，对，你也没有耐心，会等到它静置一段时间，然后让它那个酒精味消除，那它当然会更滑顺一点。是，通常就会马上就移情别恋了，因为这些人都是非常花心的，都是非常花心的。对，啊 ，OK， 好，来，那豪哥，那这一支你会把巴黎人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东方木质调，因为它还是一个标准东方木质调的味道。对，东方木质调，0到10，你会给它几分？我给它9.5分。9.5分，我给它9.5。9.5分的原因呢？我应该还是更喜欢撒哈拉一点啦。OK， 好，但撒哈拉木质又更淡呢，更重哦，更重。OK，我继承另外一支，我继承 Blue 那一支。对 ，OK， 好，9.5。那香港这个 A 朋友，A 朋友，你觉得这一支你会把它定到在什么样的香调？我也会定它是一个物质，我也有3种不同的，前边是一个物质调，然后中间有一点花香，最后就是一个比较干净，然后有一些焚香的一些香气，对，是这样的一个，它这个味道就会，因为后调就会比较dry down，就是它就会比较甜，那就是让它是对 OK。好，那0到10你会给它几分？我会给9分，因为其实就是也只有这种这种比较 niche 的品牌才会做到前中后3段的味道是很大变化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支很吸引人的一支香水，而且它的味道也没有比正常的那些有那么 strong，然后就是其实也蛮适合很多人用的，是 OK。好，9分。那因为这个它的3调转换会非常的大，就包含我们可能4个。对，那可能因为它的浓度是香精嘛，所以我们在喷的时候，我们的体温也不一样，那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它会在我们4个人身上，可能都是会有呈现一个不同的呈现，应该讲呈现，这就是沙龙香好玩的地方。是 OK。好，那我们问问香港 B 朋友，那这一支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样的香调？它因为我觉得层次有点多哦，对，很难定调它是，因为会有人觉得就好像喷在你身上的话比较木质，那喷到我身上的话，我觉得它比较花香比较重一点。对，那我会给8.5分。对，因为我会比较喜欢多一点木质调在了解，因为我喜欢那个。我喜欢杉树或是雪松那些感觉那些香水，对，但是他喜欢白的木头了，他喜欢白 ，OK， 干净木头的味道，干净木头，OK， 对，但是这个也很大众，是比较平易近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对，所以是好像我朋友说，如果第一次约会。对，选这个的话会比较安全的，是 ，OK， 哇，讲得非常中肯哦。所以它其实可以是一支时尚的乌木香水，是一个时尚的乌木香水。OK， 好，不再是这么沉重，不再是这么沉重。好，非常谢谢豪哥，你带来这一支收藏跟大家一起分享嘛哈。那也非常谢谢今天特别从香港过来，你们停留几天？我到今个星期的7天。今天已经第7天了，对，就是今天第3天。今天第3天，哇，在台湾这个玩7天就对了。对，再来往哪里去？就是去那个中，对，台湾也有很多出名的酒吧。是 OK， 好啊，多走走，趁这几天。好，那如果有机会来台湾，记得这边留一站给我们，好，经常来，好不好？就有什么新的都可以尝试，这样。好，谢谢你们 ，OK， 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